干尸，干尸，兰惹寺里有干尸。干尸？小生不敢说谎，兰惹寺真的有干尸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学人家装疯卖傻。住店钱不收你的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早点搬出去。我没装。兰惹寺还有一个女子叫聂小倩，你们找到她没有？找到她没有？你大晚上的在兰惹寺碰到个女的，不是人吧？是女鬼吧？我听说呀，兰惹寺的女鬼专门吸人血，把人活活吸成干尸。伙计说你在这里，有急事儿，扫盲跟我走。什么事儿啊？北村村口死了人，赶紧跟我们去看看。又是北村？嗯？喏，这个家伙也是今天早上北村村口来的。他是谁？啊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书生昨晚去兰惹寺了，早上昏倒在北村村口，一个马队路过，把他捡回了长安，丢在我店门口。就是那个闹鬼的兰惹寺？啊，对，干尸，兰惹寺有干尸，真的有干尸。干尸！哎呀，嚷嚷一早上了，非说是兰惹寺有干尸，干尸把你搁在村口等着路人来救啊，干脆你们把他带走，让他帮你们找干尸。这是办案，又不是郊游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我去的话，我必须把这书生带着一起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萨摩，你说你……好吧，好吧，都去，快一点，紫苏双叶都在村口等着呢。别怕，他们比僵尸厉害。哎，这不是早上那个书生吗？这谁啊？这书生今天早上晕倒在村口，后来被村民发现，送去四娘店里了。紫苏呢？他看不了尸体，去村里找线索了。这事儿这么快就惊动了上官家，恐怕死者身份不一般呢。他是当朝的刑部侍郎江震。哦，尸体怎么这么白啊？怎么死的？江震头上有被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不过不致命，应该是先被人敲晕，然后捆住手脚，割开血管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尸体被放光了血，所以才显得尤其的苍白恐怖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昨夜的亥时到丑时之间。难怪江震穿着便服，看来是半夜匆匆的出门。钱袋在哪？哦，还在呢。莫非是仇杀？哦，还有，江震不一定是在河边被放血的，失了那么多血，附近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对。被放血，又被抛尸在这儿，江震会和什么人结下这样的血仇呢？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，我再做进一步的检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来人！等等，怎么了？麻黄草，他去过兰惹寺。兰惹寺就在这河上游的方向啊！早听说那里闹鬼，看来真的有干吸人血。那些干尸，都给我住嘴！看来确实得去一趟兰惹寺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兰惹寺一趟。走吧，书生，带我们去找干尸啦！
我已经做了尸检，这些干尸死了少说也有近10年了。哎，我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死人，干尸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而且是一地干尸。哎，子苏来了。我听村里有人回来说，兰惹寺发现干尸，就过来了。村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昨晚村长家女儿办酒席，全村人都在祠堂，没人注意村外面发生的事。倒是兰惹寺10年前的大火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的大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兰惹寺早在前朝就是个荒寺，一直阴阴森森的闹鬼。人们总在那附近听到女子的乐舞声，村民都绕着道走。10年前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没人知道怎么起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灭的。在那之后，闹鬼的传闻就越来越多，就更没人来这附近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干尸，他们就是死在那场火里。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烧干净就完了吗？尸骨尽毁，这种死法叫人看了心里难受。这些人躲在地下，死前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正是因为留了全尸，我才有可能查明他们的死因，为他们伸张冤屈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弄出这么样一个地洞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江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他和这些干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尸体，怎么了？这些死者都是女人，而且她们的面部轮廓比一般人要深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她们是胡人。没错，萨摩说的对，10有8九是胡人。书生，你昨晚到兰惹寺是什么时辰？我记得我走到村口，天刚刚全黑，然后又走了大约1个多时辰，才迷了路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亥时吧。这么说，你在兰惹寺的时候，江震还没死？我不知道什么江震，我就想知道小倩呢？小倩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要么是凶手，要么也肯定看到了什么。先别管那个小倩了，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。是。三炮，你去把江镇府里的人带到大理寺问话。好的。老夫是江侍郎府上的老仆。你最后见到江侍郎是什么时辰？我最后一次见到主人是戌时，主人说要睡了，他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门。你又知道些什么？小的昨天晚上亥时去上茅房，看见主人站在房门外读一张纸条。等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又看到主人从房里出来，神色担忧，放了支信鸽。小的不知道跟案子有何关系，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喂，大清早的又去哪儿鬼混啊？我约了子苏，再到兰染寺去看一眼。早点回来呀！知道了。你知道兰惹寺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干尸复仇啊！干尸啊，一到半夜就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样子，先把人引到兰惹寺里，然后再杀了他们。杀了之后，再喝他们的血呀！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可不是嘛！来，你从干尸洞口找到的铜盆我看了，上面的花纹确实是拜火教独有的。这个佛寺居然还跟西域的拜火教有关系啊！嚯，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把守兰惹寺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，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不是石头啊。铜镜。还有个耳环。
怎么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们？有吗？走吧。江镇一案查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臣正在尽力破案。朕还听说，郊区的古寺里发现了数具干尸，闹得长安城上下人心惶惶。依微臣所见，这2个案子恐怕有所关联。哦，陛下，干尸案事关胡人，应转交给萨保府处理。莫非康公是觉得李某查案不力，才要把案子揽入自己手中？李少卿，辅国大将军刘洪基上殿。陛下，臣来晚了。臣刚刚回朝，就听闻江侍郎噩耗，十分痛心。臣愿协助大理寺共同查案，恳请陛下恩准。康将军在边疆劳苦功高，此次回朝还愿为朕分忧，朕岂有不准的道理？谢陛下。岂有此理！刘洪基还没通过陛下的同意，就直接把自己的人驻扎在兰惹寺了，而且还态度蛮横。今天上朝的时候，那个萨宝康广达也很奇怪，急着要把干尸案往自己手上揽。这刘洪基和江镇是同一个地方来的？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大家都饿了吧？晚饭马上就好啦。这城里的传闻可是越来越离谱，有说女鬼吸血的，有说干尸复仇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啊？这会不会是拜火教的什么古怪习俗？我在这间客栈这么久，可是见过不少拜火教的，没听说过有把人烤成干尸的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和宗教祭祀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和紫苏在兰惹寺寺边上，又挖出了一面铜镜和耳环，线索越来越乱。看来，这个寺的过去才是关键所在。但是现在兰惹寺被刘洪基的人把守着，也没有办法靠近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发愁有什么用啊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破案呢。哎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三不四怎么那么慢？哎，书生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昨夜回来就睡到了现在，刚起。你等会儿。昨天一天也没见到你说的小倩，你不是在编瞎话吧？恐怕真的是我的幻觉吧。哎，外头宵禁了。我门口透口气。小萨，萨摩，快起来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快起来！什么事儿？萨保府的康广达也死了。什么？你叫上书生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，你赶紧的啊！哎，正找你呢。走，又有人死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哪儿你甭管了，没准能看见家小倩呢。走。我不去。走了。我不去。走了。都说了我不去了。走。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夜的子时到寅时之间，死亡原因还不清楚，身上别处没有伤痕，头是死后才砍下来的。什么情况？尸体下面有麻黄。又是兰惹寺啊！哎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还不是萨摩非让我把他拽来。紫苏姑娘，别怕啊，别怕。
这是什么？不清楚，好像是被什么虫子咬过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什么事？说。回禀官人，主人干嘛吞吞吐吐的？说。既然主人已经过世了，老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主人生前有个库房，专门存放别人送来的礼。刚才丫鬟过来说，见库房门虚掩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哇，你们主人够可以的，这些东西得值多少钱呢？这么重要的库房就没个人看守吗？回官人的话，原来有个看门的，昨天主人突然发了好大的火，把那个人打发回家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个新的。你快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。是，快点点。哎，李治，你们官差不多大，你家里是不是也这么多宝贝啊？我说你，少了什么东西？回官人，珠宝摆件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3幅陆探微的画。主人最宝贝这画，也不挂出来，特意放在柜子的第2层，一来不落灰，二来万一进了贼，也不引人注意。陆探微的画穷理尽兴，视觉严象，包前蕴后，古今独立，非富激扬所能称赞。想不到康广达康公身为武将，能有这么高的眼力。这锁是用钥匙开的，这府里有多少人有这房间的钥匙啊？回姑娘的话，这库房的钥匙，只有主人和我2个人有。就你们俩有？哎呀，老奴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别无二心呐。况且老奴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杀死一个壮年男子，还把头砍断呢？那就是那个看门的，他对主人怀恨在心，先抢了钥匙，再杀了康广达，然后把现场伪造的像蓝惹丝案件一样。那看门的人不可能知道麻黄的事。有道理。对，绝对不可能是看门的。论价钱，陆探微的画还不及这些玉钱，可凶手呢，光拿了这些画，却没有碰其他的东西，可见非一般的莽夫。会是谁呢？先回去再说喽。请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吃饭。来，请。书生呢？被萨摩硬拉去看了个无头尸体，回来就发了烧，房里躺着呢。江震死在蓝惹寺，什么人能半夜把他从府里叫到蓝惹寺去？不明白。另外，你们说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康广达的头砍下来？都不明白。这2个人都是朝廷重官，而且这2个案子好像都与蓝惹寺的过去有关。这江震是出门之后在蓝惹寺被杀，而康广达却是在戒备森严的萨宝府里夜闯萨宝府，不被看到一点踪迹。这凶手不是一般人呢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这越来越和蓝惹寺的干尸有关系了。人们流传的干尸变成女子杀人的传说，会不会是真的？看来这书生没有骗人呐。这世上哪有鬼，哪有什么干尸啊？老大，吃。还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如果是仇杀，那么杀康广达的人为什么要拿走那些画呢？小撒，来，你不吃也倒掉了。我以为你要留着当宵夜呢。你是怀疑书生？你怎么知道？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还不清楚吗？你硬拉着他去看死人，肯定是想看看他的反应。哦，你也看出他说谎了？
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胆小怕事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赢者保身。保身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。我在思考。刘洪基早上没有去早朝，你跟我一起去莱尔斯看看。那个书生怎么样？睡得香着呢，我找小六在隔壁屋守着。放心，这些个碗碟。查案。哎，李少卿，刘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李治看将军没有上早朝，很是担忧，特来拜见。李少卿，刘将军他不在，你请回吧。来了，李少卿。刘将军，老夫今日身体偶感伤寒，没有去早朝。有劳李大人费心了。几位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坐一坐吧。不必了，告辞。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吧！啊，见到我老大连马都不下。不是他不愿意下，恐怕是他站不了。为什么？他腿上渗出血了。你也注意到了，看来刘将军刚和什么人打了一场，肯定不是塞外的旧伤。看你挠了一路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那天去过江府下人房以后，好像被什么虫给咬了。给我看看。啊，看，特别痒。去找双叶。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无头尸体根本不是康广达。一个养尊处优的五品官身上，不可能全是虫子叮咬的疹子。还有，他的手脚指甲都十分粗糙，只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下人才会这样。我推断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被解雇的看门人。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尸体没有头，我们却一眼就认为他是康广达，因为他死在康广达的房间里，而且他还穿着朝服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们都被下意识的反应骗了。虽然发现了细小的可疑之处，却没有把最早的定人推翻。什么人会想要伪造康广达的死？还记得当时紫苏说的吗？夜闯萨宝府却没有被看到一点踪迹，肯定是个高手。要是他，根本不必潜入萨宝府杀人呢。还有，这个人精准地拿走了陆探微的画，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不让嫌疑落到他的头上。这江震也是他杀的，可他为什么要杀江震呢？这个我还没想清楚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跟蓝惹寺过去的秘密有关。三炮，你去趟康府，要几张康广达的画像，明天就带人全城搜捕。好。案子终于破了，我们去四娘店里吃饭去。好主意。哎呦，这雨啊，一阵有一阵没的。哎，
幸好这画像没湿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案子都快破了，还吃不下去啊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。等雨停了，降3炮把康广达给抓了，一切不就明白了吗？那书生呢？在楼上呢。我去看看他。来吃饭。书生，我们一起在下面吃庆功饭，你要不要一块来高兴高兴？什么？凶手抓住了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全城搜查，你来不来？来。书生，下去一块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想把这本书给读完。你们吃哈。那我们去吃了。就你呀，信不信？分分钟给你拿下！等我哦。少卿，少卿，又有人被放血死在北村河边了。什么？他，就是他！啊！死于今天凌晨，和江震一样的死法。杀死他的和杀死江震的凶手一定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我们一直都想错了？也许康广达根本不是为了逃避嫌疑才伪造死亡，而是为了让想要杀他的人认为他已经被干尸案的凶手杀了。可是他还是死了呀。这么说，我们不仅要找干尸案的凶手，还要找另外一个想要杀康广达的人。他身上还有很多乱伤，像是经过了一番打斗。割断血管的痕迹是2种不同的痕迹。打斗？谁呀？我，给你送早饭。进来吧。你这猪窝呀，也不收拾收拾。给你主食。这什么？我已经吃过了。一晚上没睡呀？弄什么东西呢？照妖镜啊。这些都是兰惹寺附近发现的，胡人用的铜盆、铜镜，还有一个胡人用的耳环。哎，这哪是什么胡人的耳环呀？这就是个汉人家孩子都有的长命镯呀。长命镯？对，就是婴儿出生保佑长命的小镯子。干嘛？我去找子苏问点事。你赶紧回来给我把这儿收拾了啊！找到了。16年前，江震、康广达护送一对进贡的胡姬，然而这对胡姬半途逃亡，江震、康广达早就认识。而江震和刘洪基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我终于明白10年前
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老大让我来找你们，快去大理寺，书生大清早起来就认罪了。啊！走。宁采臣，你可知罪？人不是他杀的，人不是他杀的，此案另有隐情。都是我杀的，江震和康广达都是我杀的，定罪吧。那你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回答我，你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没必要告诉你，是根本没有理由吧？你一个外地来的书生，刚到长安，能与他们有什么恩怨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弱智仙仙，你有什么能力杀死2个武将？纵有可疑之处，但完全不足以让人相信你是凶手。你在替谁认罪？屁屁屁屁，谁？昨天夜里，我和四娘叫书生下楼吃饭，看到书生胸前有一滩水渍，可是书生的鞋却是干净的，这说明有个人偷偷进过他的房间。原来我总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直到闻见你房中淡淡的脂粉香，我才意识到凶手是个女人。你胸前的水渍应该是她的泪痕，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人，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小倩。你在兰惹寺对小倩一见钟情，之后得知她的身世，心生同情，才想替她顶罪吧？采臣，采臣，小倩，血海深仇，不可不报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宁采臣无关。姑娘，你到底有什么仇怨，要残忍地杀害这么多人？小倩要杀江震和康广达，都是为了一个原因，她要为母报仇。16年前，曾有一对进贡的胡姬莫名失踪，而当时负责护送的正是江震和康广达。不难想象，他们为了一己私欲，把胡姬私藏了起来。但不知何时，胡姬搬到了兰惹寺里。我和紫苏在兰惹寺附近挖出了一些胡人的东西。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只是些胡姬的配饰，直到色娘提醒我，那里面有一只长命镯。我这才想到，在大火中死去的胡姬们，可能有后代复仇，对吧？我母亲和她姐妹本应送到宫中，却不成想被那帮人偷偷藏进了兰惹寺。从此，兰惹寺变成了这些高官淫乐的地方。直到某天，我娘怀了我，在姐妹们的帮助下，偷偷生下来，养在地洞中。我5岁那年，在后山摘果子时，寺里起了大火，所有人被活活烧死。我眼睁睁看着那3个禽兽笑着离开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复仇计划就开始了。好了，这一切既然都是聂小倩所为，那么你们放了小倩吧，她只是给她的母亲报仇啊！求求官人了，你们放过她吧！你们是什么人？
人都绑起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在大理寺放肆？刘将军，欢迎您旁听。萨摩鲁，继续。康广达生性胆小多疑，他害怕杀死江震的人杀掉自己，更害怕被另外一个人灭口。而那个人就是你，刘洪基大将军。你这是满口胡言乱语！刘大将军曾任晋阳令，而江震也恰恰是当时的晋阳公副监。你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，一起干这样的勾当并不奇怪。江震死前发了一支信鸽，而第2天你就进了长安城，一上朝便向陛下要了这个案子。这一切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口说无凭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小倩就是最好的人证。他有2条命案在身，他的证词如何取信啊？给我拿下！要抓我，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。小倩。小倩。从我们刚刚进来入口雕刻的纹样和石像来看，很像是秦朝的工艺。进了墓之后，地上撒了几枚钱币，正面刻着半两，但是做工粗糙，应该是专门铸来做陪葬的冥币的。哎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能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就证明还没被人开启过。因为墓室封闭，隔绝了空气，服饰才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像新的一样。哎呦，看这肚子，得怀胎8、9个月。啊，你们看。于阶阔兮，不我活兮；于阶循兮，不……这什么呀？这没写完啊！这不是《诗经》中的击鼓？这本诗写一位魏国士兵柳树陈宋久役不得归，回忆起新婚时与妻子的誓言，而残酷的现实却使誓言落了空。这首诗却出现在一个贵族女子的墓中，而她的棺木又没有棺盖。我猜，她在进入墓穴时还是活着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可是你看啊，明明是秦朝墓葬，墙上这行字却是以楷书篆刻，这也太奇怪了。等一下，这尸体不太对劲儿。怎么？有胎动。哎，会不会走路啊？真是。你说啊，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没想到一具死了1000年的女尸，竟然也能生出孩子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大理寺官差去探墓，看到女尸有胎动，当场解剖，孩子居然还是活的。哎，我看呐，这8成是鬼魅附体，天下就要大乱了。哎呀，行，莫谈国
事。哎呀，喝酒喝酒！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是你我能谈论的。哦，宝宝乖。哦，你看，宝宝乖。你看。双叶，你干嘛呢？我逗他玩呢。你这么逗，双叶，你怎么把孩子抱这儿来了？这儿玩具多呀。这啥玩具？有你这么哄孩子的吗？啊，连个保姆样都没有。你来啊！哎，来看我的小白牙，小白牙。哎，什么呀？咱们都不会照顾孩子，把他留在这里，也不是个办法。那他怎么办？他母亲死了，家人也不在，谁来照顾他呀？这么小，要不咱们一起照顾吧？好，哎，就把他当做咱俩的孩子呗。啊？咱们大家的孩子，一起照顾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别说那没用的，咱们现在连他到底是谁都不知道，他是怎么在一个从未开启过的古墓中活下来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母体当时看起来很像干尸，子宫却还有羊水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觉得呀，这孩子是不是他在古墓里吸收日月之精华啊？不对，古墓里没有日月，那就地气之精华，看都吸到他身上了，要不然咋解释呢？你们说啊？哎，你看他是不是同意了？是不是？什么咔日月精华呀，这一听就不靠谱。但是我又没有证据反驳你，是吧？这样吧，我去请我的师傅下山，让他来反驳你。行，你让他来啊，你让他说服我。李少卿，有信使来报。带进来。见过李少卿。你是？小的是刑部郎中萧松元府上幸差，主人近日亲临长安，特意派我来向李少卿问好。还有一事，萧郎中听说少卿接了千年古婴的案子，不知进展如何？此事还在调查，暂时还没有眉目。我家主人说了，李少卿如果需要任何帮助，定请直言。李某在此谢过萧郎中的好意了，在下告退。这个萧郎中是什么人啊？他可听说本事大得很哦，办了几个毫无进展的发种案，还抓了一大批惯犯，才得以在刑部高升的。怪不得这个萧郎中这类消息那么灵通呢。我们之后也许还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情呢。行。哎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再哭我就把你送回去。胡说什么呢你？瞧把这孩子吓的，走开。四娘，萨摩在不在？哟，李少卿来了。哟，孩子。哦，小宝宝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妈妈呢？他是个孤儿。怎么那么可怜啊？这么小就成了孤儿。哦，不怕。所以我要请萨摩帮忙。萨摩，来了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又找你萨摩小爷什么事儿啊？我很忙的。孩子。哦，你可别告诉我，这是你。没错。你想得美！你倒是想啊，这时间也对不上啊！开什么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这可是大事。哎，你声音小点。我们不知道拿着孩子怎么办。怎么办？要不我来养？
你们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照顾他呀？对不对？我会好好照顾他。三毛，你快去忙吧。店里的活儿也不用干了，我会让不三不四帮你做的，慢走不送。那我今天的工钱照算啊。好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这孩子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小声点儿。喘口气再说。古墓被人动过了。什么？啊，我们走。客官，要不要再加点菜啊？不用了，团长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古墓的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呀！有百姓发现了洞口的萤石。老大，这地上的东西应该是有人碰过了。之前这个箱子是关着的。这上头之前应该有个盒子，也不见了。怎么感觉像个赝品呢？别瞎碰，小心机关。知道啦。如果那闯入者不为财，莫非与这女尸腹中的婴儿有关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只要我们找到那个闯入者，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三毛，你觉得呢？有理。哎呀，可这茫茫人海的，去哪儿找啊？怎么样，这货不错吧？四娘结账了，四娘来了来了来了，四娘，四娘，四娘结账了，哎，来了啊，结账。哎，好嘞。不是。哎，李少卿，有何吩咐？四娘呢？啊，抱着孩子出去遛弯去了，我还忙啊，一会儿过来。哎，来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事情还没有什么进展，一直把孩子寄养在四娘这儿也不是办法呀。我已经派人日夜守在古墓，等抓到那个进入墓穴的人，一切都会有答案的。这是古物，但做工有点糙，最多500万。成交。哎，怎么结账啊？不急，会儿来找你。哎，李少卿来啦！想吃什么喝什么，今天我请。哎，客官，来，你今天心情倒是不错嘛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哎，自打四娘得了孩子，心情特好，把她当亲生儿子，对我都特别慈祥。孩子身份不明，留下来不是长久之策。四娘可早就想好了，她说既然孩子是个孤儿，那她就收养了。我赞成。哎，客官您慢走啊。当然这个还是要李少卿同意啦。哎，你就看在四娘一见到孩子就母性爆发，那么喜欢孩子的份上，你就让她收养了吧。这样的话，对那孩子倒是一件好事。哎，对对对，老大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那个潜入古墓的人找到了。刚发完种就去销赃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这铜瓶是不是你从墓中带出来的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你销赃的铜瓶跟我们从墓里拿到的是一对儿。说吧，你是怎么知道古墓的？谁不知道啊？满大街都在传呢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又不聋。想好了再说，我告诉你，别逼小爷我动大刑啊！好，我说，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
也就不瞒各位了，我们萧家呀，确实是摸金起家，但10几年前就已经洗手不干了。那你现在私闯古墓，是何居心？萧家到我这一辈儿啊，是我堂兄当家，可是他对这发种之事啊深恶痛绝，重抄旧业者严惩不贷。可我除了摸金也不会别的呀。最近那千年古婴的事儿传得满城风雨，我这才动了心思，没想到进去之后才发现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拿走了。不可能，那个墓是我们打开的。哎，飞爷，你们去的时候难道没看见洞口的指路萤石吗？那说明早有人进去过了。你可知道会是谁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一定是丁家人了。丁家和我们萧家都是摸金大户，能够开启古墓，又能将其复原，也只有这2家人才能够做到。丁家这群狗东西，真该死！三炮，去查清楚这丁家的背景。好嘞。丁家。李少卿，刑部郎中萧松远求见。请进来。李少卿，在下萧松远，幸会。幸会，请。好，不必了。听说李少卿抓住了发种案的嫌疑人，敢问结果如何？毫无进展。这些摸金的往往油滑奸诈，难查更难审。不过少卿放心，发种案一向是鄙人所长，萧某愿替李少卿分忧，查出这嫌疑人的底细。多谢萧郎中相助。来人，少卿，带萧郎中提审人犯。是，这边请。不是刚问完吗？又要问什么呀？少废话！跪下！你小子！你来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说，赶紧的，赶紧把我弄出去。你先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去那座古墓？你问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古墓？哼！你在朝为官，顺风顺水儿，我可没你那份俸禄。自己去讨些生计还不行？你气叔，我爹当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他说过，萧家人从今往后不许再踏入任何一座墓穴。你私自违背族训，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好了，事到如今，你就少在这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好歹我也是你七叔，赶紧把我弄出去。我暂时帮不了你。我现在真帮不。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好，你和丁饶的那点事儿啊，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就不怕我把这些都告诉那个李少卿？你不想为难你，只要你把我弄出去，这件事儿肯定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
怎么样？什么结果？萧某从未见过如此顽固之人，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这次实在帮不到您了，实在抱歉，告辞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我们去晒晒太阳好不好？晒晒太阳会长得更快。丁家查过了，这一代掌门刚即位，是个女人，叫丁瑶，年龄大概是30岁左右，但不久前失踪了，连她的家人都找不到她。是找不到呢，还是正在某处发肿？你是说？萧海坤也提到过丁家，恨得牙痒，说明丁家挡了他财路，那座古墓失窃。丁饶的嫌疑是最大的。可是我们都找不到他，怎么着手调查？我想应该查得再仔细一点，应该查一下丁、萧两家的背景，以及之前为什么结仇。哎，我从师傅那儿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把情况都告诉了师傅。师傅说，用特殊的药物炮制，可以使尸体迅速脱水，呈现干尸的状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那具女尸根本就不是1000年前的尸体，而是新死不久的。你所说的我已经调查过了，结果如何？之前萧家和丁家一同摸金发种，形影不离，直到有一次丁家鬼迷心窍，想私吞赃物，不惜出卖了萧家，萧家被抓了好多人，从此退出江湖，与丁家就一刀两断了。老大，刚才我在路上听他们说，昨天晚上起了场大火，然后呢？一宅子的人非死即伤，而且宅子的主人姓丁。哟，二位都在呢。那我先走了。李少卿，后会有期呀！我，老大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，怎么就给他放了呀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钱，我只要钱。我真的没钱给你。松远，你不应该这样对我的。我知道你有钱，所以才来找你。那件事儿啊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只要把钱给我，我就闭上嘴，乖乖的离开这里，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。怎么样啊？你保证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保证，我保证。好，成交。痛快！你先回吧，等我消息。好嘞。官人您留步，郎中已经就寝了，不能进去，把他吵醒，我们要挨板子的。官人，是。哎呀，李少卿此时登门，所谓何事？刚刚我都听到了，刑部郎中与人犯合谋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萧郎中，还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，不要让李某为难。
其实，萧海坤是我的七叔。哦，李少卿，请。我是萧家的第8代传人，但是萧家其实多年前就金盆洗手了。我顺从父亲的心愿，走上仕途，盗墓之事更与我毫无瓜葛。唉，可是我七叔却财迷心窍，不惜违背族训，潜入古墓偷窃财物，又让我利用职务之便帮他脱罪。那日在大堂上，他还要我想办法放了他。可被我拒绝了，没想到您把他放了出来。萧郎中，没想到你这官做的可是好啊！我也是有苦衷的，李少卿。为官之后，我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，很不容易。我不希望因为过去的人和事影响了我如今的仕途。还请李少卿理解。我想知道，这萧海坤威胁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他知道我跟丁扰之间的一些事情，这是家族大忌。嗷！李少卿，有结果了。怎么样？不出所料啊，确实是一个刚死不久的人，只是在尸体上做了手脚，用药物促使机体迅速脱水钙化。据我所看，婴儿出生前他才死了不到1个时辰。也就是说，这具女尸跟咱们前后脚进墓。可是他为什么会死在墓里啊？而且还躺在棺材里？他是谁？又是谁杀的他？我猜，真正杀丁饶的凶手，我们早已见过。谁？萧老师来了。小老，你为什么害我？你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！你有什么目的？我的孩子还这么小，就随我而去，你为什么这么狠？萧海坤，一定是你！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念及你我叔侄关系，给了你钱让你走，可没想到你竟然
然扮鬼来吓我！出来！别跟我躲躲藏藏的！究竟是谁？你以为扮作丁饶我就会害怕吗？你以为他死在那座墓里，我就会心虚，就会给你更多钱？想用这件事威胁我一辈子，你也太贪了吧！还我命来！说，到底是谁？是我，我，还有我。你们。我是和丁饶一起进的墓穴，里面那具女尸就是饶儿。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恋人。萧家与丁家势不两立，你们两个怎么可能走到一起？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过去，可是未来却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？我怎么可能舍得杀饶儿呢？丁家现在由他大伯丁良海所操持。饶儿怀了身孕后，丁良海得知了我们的关系，便把他控制起来。我心急如焚，抓了许多丁家的门徒，想以此逼丁良海放人。有一天，饶儿终于出现了。饶儿，我们必须去那座清朝古墓。等我拿到里面的东西，我就跟你走，好不好？我耐不住饶儿的软磨硬泡，就带着他进了古墓。饶儿，不要动他。只要把玉玺交给大伯，他就不会再干涉我们任何事情了。真的如此？阿远，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好吗？好吧，至此便听你的。小心！饶儿，饶儿，你怎么样？快走！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这座古墓有问题。试问，谁的墓中会放着一具没有盖上的水晶棺呢？这都是丁家大伯设计好的吧？古墓就是一个陷阱。丁良海根本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出去。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他连同族的血脉都不肯放过。饶儿，饶儿，饶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不好啊，门要关上了。饶儿，快走！饶儿，饶儿，饶儿，快走！门马上就要关上了，我去把门顶上啊！阿远，阿饶，快点啊！我把门顶住了。你走吧。别管我了，阿饶，坚持，快一点！阿饶，我不能自己走，求求你，跟我一起走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
咱俩今生有缘无分，希望下辈子咱俩能托生在普通人家，能平凡幸福的过一生。韩远，你快走！金莲海，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我刚离开主屋，你们就进来了，我也只能逃离现场。前几天，我一把火烧了丁家，为这儿报了血海深仇。如此想来，当时报官发现古墓的百姓应该是丁家安排的，所以，即使你俩能从那座古墓逃生，也躲不过官府的围剿。是。刑部郎中发种的罪名坐实，我非但救不了饶儿，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幸亏你们及时赶到啊，饶儿腹中胎儿才得以存活。谢谢。是我。希尔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尽早退房的吗？再去催一下。好嘞。客官，都快晌午了，您今儿还退房吗？客官，您在吗？这间房已经订出去了，让他赶紧结账走人。我敲了半天了，里边没人应。客官，客官，我以为他们是夫妻，就没多问。他们脸蒙得挺严实的，穿的倒是很普通。你就没看清他们的脸？我这店这么大，来来往往的客人这么多，我一个个都要看清楚脸。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哟，那你说说，这个没脸的男的，他的衣物里竟然没有1文钱，是为什么呀？我看是你把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吧？这不会是个黑店吧？店里卖的是人肉吧？啊？是不是把你男人剁了也做人肉包子了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呀？说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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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话，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呗。
大理寺的案子何时轮到禁军插手了？啊？我说你们几位可真有空啊！大白天的不去巡街，反倒跑来扰民。敲竹杠是吧？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有多少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，干嘛呢？得罪了，得罪了，走，走。萨摩呢？蹲坑呢？他们要再敢找事儿，马上通知我。好呀。萨摩，快跟我走！啊，快点！什么案子啊？三品大夫唐东里的独生女失踪了。失踪啊？对，希儿可是个杀人案，脸皮都被人给剥下来了。那个案子先验完尸再说。唐大夫私下委托我们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阿兰姑娘找到。阿兰，你们说的是阿兰吗？昨天晚上那个男人说的，就是阿兰。阿兰，昨天晚上阿兰，一个蒙面男子过来敲门。阿兰，看打扮像个富家子弟。这房中的女子行迹也十分诡异。自打住进来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吃不喝的。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好奇不过，就隔着门缝偷看，发现她正躲在屋子里化妆呢。脸色红肿，眼神凄怨，照镜子那个眼神啊，就像镜子里面是他的仇人一样，太瘆人了。直到昨晚，那蒙面的男人来找他，进屋以后就再也没出来。唐大夫嘱咐过，生不见人，死也要见尸。请。既然阿兰2天前就已经失踪了，怎么现在才让人查？前2天唐家自己也在找人，他们不想张扬。要知道，跟阿兰定亲的可是文丽。文家公子啊？对啊。文家可是开过重臣，待会儿别乱说话啊。那天我们家来了点南国的鲜荔枝，我就说呀，让阿兰送去给文公尝尝，正好也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了。午时，他从文家出来，就此没有踏进这个家门。我让人查了，有人看见我们家的轿子从文家走了，再问就没有线索了。这唐姑娘的婚期是定在，本来说好是10天之后，文家传话说，文公的病啊快不行了，得有个红事冲冲喜，非要把喜宴提前。前天我去文家跑了一趟，老文呐，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能说个不字吗？那唐家有什么仇人吗？您觉得的，可能的，会不会是人家复仇啊？我平素为人耿直，得罪了谁也不一定。我想会是贼人绑架，但他们抓走了阿兰，总得有个目的呀。不管是求财还是报复，那总会让我们知道啊。这都整整2天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既然是婚前绑走了唐姑娘，那莫非是她的仰慕者？胡说！我家阿兰温良贤淑，怎么会是那种招蜂引蝶的女子？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家中可有唐姑娘的画像？有。你去拿来给官人看看。主人。你看仔细，出事当晚，房中的女子是不是她？眉眼像，发饰也像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个阿兰不想嫁人，
便把未婚夫约出来，谋杀、剥皮，然后逃跑。这个文大公子沉迷酒色，声名狼藉。阿兰因为这桩婚事心生忧虑，也正常。但是一个弱女子又出身书香门第，下手怎么会如此狠毒？一个弱女子逃不远，现在关键是先得搞清死者是谁。你们家主人呢？哦，我家主人重病缠身，不便见客。那你这是带我们去？哦，文夫人在。请。请坐。我家乡在你们大唐之西，你们可以叫我的本名而助理。文夫人，在下大理寺少卿李治，因查案需要，想见见文家的2位公子，不知可否方便？当然可以。二公子正在跟下人发脾气，大公子长居登州，但是在半个月前他回了长安，就住在城东的别馆。您上一次见到大公子文丽是什么时候？大概3-4天前吧。怎么了？我们怀疑他有危险。有危险？他没事吧？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别馆，去了给你带消息。你可知文丽身上有什么胎记吗？胎记？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们俩是大夫人所生，我在文家待的时间也不长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们在追查一具被剥了面皮的无名男尸。文丽，他不可以有事，否则可怎么跟他爹交代啊？我爹的病治不好，你们谁都别想活！文涵，文涵，滚出去！太没有教养。没事儿，二公子担心主人的身体正在气头上，咱们走吧。文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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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公子！实在不行，我就翻墙进去吧。请问，你找谁？请问文公子还在吗？在啊。那还活着吗？我活着呀。啊？没关系，我这还会点外家功夫的，所以谁想杀我还费点劲呢。我们白担心一场，一会儿让3炮回去给文夫人报个信。尔朱离，我们刚去过文家，他一直担心你。是吗？你那小弟脾气可够暴躁的呀。他自幼学医，为人宽厚，最近也不知怎么了，风性大发，他把贴身侍女啊都赶跑了。绿桃从小跟着他，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。可惜呀。有一件事情我有点好奇，但是可能有些冒昧啊。你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回家住呢？毕竟文公身体不是太好，不是吗？说实话，我跟我父亲并不亲近。早些年少不经事，闯了不少祸，差点被我爹逐出家门。我4年前去邓州做事，取了功名才赶回长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也来吧。我文某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请，里面小酌几杯。好啊。死者后脑有伤，疑似撞击或是钝物重击，死亡的原因呢比较常见。
但是这种剥皮手法却是匪夷所思，精彩绝伦呐！你看，死者的脸上神经萎缩，血液凝固，双颊与颈部有麻药的残留，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……哎，少来！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先用麻药敷脸，麻痹的神经再用冰敷，待血液迅速凝结之后立马下刀，在血液恢复液态之前切下面皮，刀口整齐，脉络清晰，下刀稳准狠，技法如神，佩服啊，佩服啊！长安城能做这件事的有几人？闻所未闻。再想想，仔细的想想。如果你肯牺牲自己，让我做一次活体实验，说不定我可以。来，定鱼锁，开，小，水里摸条鱼。快呀！摸条什么鱼？食儿特别足的鱼，手里拿了个偷来的钱袋，是条滑溜鱼。赵猫儿今天买酒阔气得很，还跟我东家打听哪儿脱手和田玉价高。滑溜鱼，滑溜得很，混坝子口那块地儿的。带我下水。赏你的。他不是犯了什么案子吧？杀人案，你信不？不信。就赵猫那个胆子，最多偷个钱袋子，你让他杀只鸡，哭给你看。哎，我钱袋呢？啊，李少卿，没事儿，你跟四娘这么熟，她不会杀你的。谢谢紫苏姑娘。我们再去趟唐家。你坐下吧。是。我叫小云，跟小四一起陪着阿兰已经有8年了。可是小四那天和阿兰出去之后，也没再回来。你不要害怕，跟我们说一下，有哪些人对唐阿兰还有心思？我知道一些。和阿兰有婚约的是文家大公子，可是文家二公子也在追求阿兰。文涵。是，二公子给阿兰画过很多画，还买了香猫眼的发簪，都是让我带给阿兰的。2个人时常有书信往来，吟诗作对，所以我感觉阿兰也喜欢二公子。每次提起与文大公子的婚约，都会泣不成声。你这是帮了大忙了。奴婢不敢。怎么了？主人说，阿兰大婚之前回不来，我们都得挨板子。什么？主人还说，总之这门亲事不能出错，不能推迟。如果出了岔子，非但误杀，连命都保不住了。文家人真的得罪不起，2位官人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嘞，下一个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看都不让看呀！我偷的吧？哎，赵猫儿，哎，这不是我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捡的。捡的？
再嘴硬我马上报官。偷的。哪儿偷的？死人身上吧？不，赵猫儿，你的脚印留在作案现场了。那个知道官府会怎么说吗？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赵猫儿，你不怕死人？我当时喝了点酒，趁着酒劲儿，我就把钱袋给拿走了，不拿白不拿。你不怕厉鬼找你报仇吗？不，那个，千年大雷，3千在上，真不是我呀！我真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！就这么点胆子啊？我问你，你没被那张脸吓湿裤裆？是什么？剥了皮的脸啊？哪儿啊？哎，那你见到的死人什么样？他挺清秀的，然后跟个娘们似的。你当真进的是四娘的凡舍？对。明天就是大婚了，你就乖乖听话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主人，快开门啊！主人，半夜3更的叫什么呀？阿兰回来了。啊？阿兰回来了！快！这都半个时辰了，阿兰，你说句话吧。阿兰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？明天文家就来迎亲了，你这，不然咱们推一推吧。哎呀，人家那边得给文老冲冲喜，你说咱们这儿啊，能有什么理由呢？怎么能说推就推？你说咱们唐家的脸面何在呀？啊！哎呀，阿兰呐，你明天能行吗？你看，我觉得呀，阿兰心里边喜欢文公子，这也都申了，不然就歇歇吧，好生服侍啊。是，主人慢走。夫人，走。阿兰，孙儿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阿兰，你倒说句话呀！阿兰，你受风寒了，滚开！萨摩，来壶酒。阿兰昨晚回家了，下午在文家摆婚宴，咱们去吗？这么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才女，竟然为了老爹的仕途，居然嫁给这么一个浪荡子，是可怜了，真是可怜，可笑了。可怜。
呀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滚出去！文家的实力，这婚礼的排场也太小了吧？是啊，就是。哎呀，听说呀，是为了给文公冲喜临时办的。是吗？而且啊，我还听说文公病重，由文夫人主婚，说什么婚礼习俗中西合璧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就是啊，真是这什么道理啊？哎呦，你看看这是好好的姑娘。哇，好大的宅子啊！真不愧是文公公啊！啊，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千万别手痒啊！哎呦，我知道，我不会乱碰的。待会儿给我仔细辨认。哎，不要！里面，这不是萨木公子和李少卿吗？恭喜恭喜啊！我们得到文公子的邀请，怎敢不遵命前来赴宴呢？哦，昨天麻烦你们帮忙带信了，我二助理应该敬你们一杯。客气。怎么没见着文二公子呢？刚才在这儿，可能在前厅，你去那儿找他吧。啊，我们昨天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，所以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好，我们去找他。好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哎，等等我！欢迎新郎与新娘入场。下面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夫妻对拜。哎，赵毛二呢？送入洞房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婚礼很有特色啊！谢谢。以后如果你结婚，我也给你办一个。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公子的马在外面发了疯，又乱踢又乱撞的。怎么出这个人啊？会闹出人命吧？哎呦，好身手！去！
忙了，来我这儿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啊，你总是追着我乱打乱闹，怎么现在你我成了夫妻，反倒害羞起来了？阿兰，让我看看你。你怕我？这茶，你这茶里有，刚才死的那个不是文涵，那是谁？只是个替死鬼罢了。真正的文涵已经死在凡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玉佩和钱袋是赵猫儿偷的。他当时潜入房间的时候，尸体还没被剥下脸皮。结合出入时间和验尸的结果，可以断定，死者必是文涵无疑。也就是说，之后又有人偷偷潜入了房间，把文涵的脸剥了下来。你听说过巫蛊换头术吗？那只是传说吧。对于身量相当的人来说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面容，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你是说，昨天我们见到的那个文涵，只是一个冒牌货，这样既可以除掉文涵，又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，真是一计高招。我问过唐家的侍女，她说文涵和阿兰有过旧情。什么？此事若已被文丽得知的话，会不会借了阿兰之口，将文涵约出来，然后设计害死他呢？我们得马上回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叫了别叫了！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我，帮你把那块皮给你扯下来。那个什么西域的易容术，纯粹就是骗人的玩意儿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的脸已经开始溃烂了吗？再过几天啊，你就会感染而死。要不是我啊，及时的给你用药，说不定你还等不到那一天。你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？你喝的茶里面有山茄散。他说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他就放我自由。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毒啊？他是谁？他是尔朱离，这场画皮大戏的幕后元凶。你到底是谁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就是被文涵赶出家的那个侍女，绿桃。绿桃？我是绿桃。你怎么知道？唐阿兰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受过严格礼训，所以走路时肩部会略微后倾，脚掌拖地，因为她要适应过长的裙摆，长期形成了这种走路习惯。而大婚那日，你走路的时候，肩部前倾，略向内缩，背微驼，只有低眉顺眼的奴婢才会有这种身子。随后从正门到前厅，再到洞房，你都熟门熟路，所以你一定是文府的奴婢。而这一天，文府的婢女好像只少了一个，那便是绿桃。那他为什么会赶你走啊？文涵，滚呐！文涵为人宽厚，性格沉稳。当他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即将嫁给自己哥哥的时候，彻夜难眠。
而你作为一个奴婢劝他放手，激怒了他，所以被赶出文府。因为他心气儿高，不想让一个下人说三道四。可是他的心里只有唐阿兰。可是我爱他呀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受伤。我知道我配不上文公子，可我……别哭了啊！再哭，你的脸就要烂掉了。而朱离正是利用了你对文寒之情，骗你说西域的易容术可以把你变成唐阿兰，从此你和文寒就远走高飞。原本是这么打算的，可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。这你也相信啊？换脸之后，你约文寒在凡舍见面，打算私奔，可你没想到手术并没有成功，被他看出破绽，于是你痛下毒手，杀人灭口。那是一场意外。二公子他要找我见官，我情急之下随手一推，磕了他的后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文公子。而朱离剥下了唐阿兰的面皮换给你，随后再剥下文寒的面皮换给了唐阿兰失踪的书童，让他冒充文寒。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文寒其实就是那个书童。而朱离借书童掩人耳目之后，又伪装金马失控，杀出了灭口，高手。可是四儿怎么会答应夫人呢？应该是和你一样吧，对心仪之人欲之却不可求。书童暗恋小姐，丫鬟暗恋公子，为这点事就杀人，什么世道？夫人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已经抓住了。多亏了赵猫儿。好。夫妻对拜。怎么一股腥味儿？那应该是唐阿兰的尸体。我有罪，可是夫人说她会帮我收拾残局的。你傻呀，他是在利用你，他还想杀你灭口呢。这二朱离杀了3个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文公子，哎，文公子，啊！放开！让我杀了他！放开！放开！就是好伤！放开！住手！让他杀！我尔朱离不能跟心爱的人长相厮守，如果能死在他的手里，也是很好的。啊！文丽，你敢承认吗？你说话呀！4年前，你爹发现了咱们2个人的事儿，我求你把我带走，我跪下来求你，但是你走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。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，你居然说你爱上唐阿兰。文丽，你看着我，你爱他吗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？我娶的人永远不会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家世清白，性情贤淑，能当温家好主母。你以为叫绿桃假扮阿兰下毒，我就可以改变对他的印象？你错了。即使我不娶唐阿兰，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他们不懂你，只有我最懂你。毒妇，蛇蝎心肠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？温丽，他快不行了，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，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
长相厮守，一起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做梦吧你！我今天就杀了你！天亮了，该出来练功了。张家道，张家道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当家的出事儿了！来人呐！大早上的丧这个脸，谁欠你钱了？每天晚睡早起，干不完的活儿比驴还累。累就抽一袋呗。不良嗜好。不良嗜好，架不住老娘乐意呀。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这帮无聊的官差，揪着别人的小小嗜好不放。上街变个戏法，观众被吓晕，能怪我啊？搞得我现在在长安城也不能自由出入了。那就好好干活。干着呢，老板娘。钱没赚着，还落一案底，倒霉。找李治了？切，他铁面无私又小气，怎么可能帮我？你帮了他那么多次，就这点事儿，他随便打个招呼就能消了。好，那就找他。想到他那得意洋洋的鬼样子就烦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老娘抽水烟。尸体冰冷，皮肤苍白，轻微水肿，肌肉收缩，尸斑浅淡，口鼻部熏样泡沫。
没错，可以确认这个武士是溺死的。溺死？你看，尸体的手掌和脚部出现肿胀，但无擦伤，死前没有剧烈挣扎。有意思。能够确定他具体的死亡时间吗？根据尸斑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的子时到丑时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可以凭空溺死，这一点就很奇怪了。李少卿，人证带到。小人周南见过李少卿。你是昨晚最后一个见到胡一的？啊，回官人，是的。昨晚是我伺候当家的睡下后离开的。当时什么时辰？啊，是夜里子时。昨晚可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哦，除了昨晚当家的有一点暴躁。暴躁？对，其实这几日当家的都有一些暴躁，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。后来早上也是你发现了尸体？哦，是的，当家的要我每天早上喊他起来练功，大家一起练。平时我在门外一喊他，他就会应一声。可是今天我喊了很久都没有应我，所以我就推门进来了。我才发现他被淹死在床上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淹死的？他那个样子还不明显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的，服饰也见过不少，就是他这个样子的。糟了，老大！老大，又有人溺死在房里了。又是谁？是一个修鞋匠，他老婆回了娘家，结果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她丈夫已经死在床上了，而且民间有个传言，什么？说这是龙王之怒，因为今年长安城里有人对龙王不敬，所以……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这一说。这八水指的是渭、荆、风、涝、豫、浩、阐、灞这8条河流，它们在长安城4周穿流，而最终都汇入黄河。这长安城的气运自古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为了百姓安居乐业，陛下每年都要斋戒7天，来供奉这8水中的龙王，让他们庇佑百姓。那这龙王怎么又会发怒呢？可是今年呢，在陛下斋戒到第6天的时候，出了怪事儿。忽然大雨滂沱，水排不出去，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陛下不得已终止了斋戒，回到了宫里。后来民间就开始有传闻，说有2位龙王没有被供奉到，怕是要迁怒了百姓。三炮，怎么总是口无遮拦？老大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和双叶在这里继续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你让萨摩和紫苏和你一起去鞋匠家。是。哎，就这儿啊。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民间流言四起，棘手得很，咱们还是赶紧破案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这2起案件是同时发生的？很有可能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准确的预估他们的死亡时间，所以说不准。哎，我看这家的房子附近地势挺平坦的，不可能是引水进来把它淹死，再把水引走，没有水源聚集地啊。而且这房子背靠青山，前有暗山，中有明堂，按说风水不错呀。那姑且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通过引水来把它给杀了。可房中只有床褥有水，其他家具都没有被水泡过的痕迹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觉得是有人把它在水里溺死之后再放到床上，所以只有床上有水。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进去看现场。走吧。
这是死者的娘子，快安慰一下，快！我像狗死的人啊！大嫂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了？都是他得罪了龙王，才造此祸事啊！他怎么得罪龙王了？前些天，他因为提文钱跟人起冲突，那小子休闲不给钱，我相公追到河边，没想到那小子为了赖账，竟然跳小河游走啊！我相公气不过，骂了几句龙王不长眼，没想到龙王就怒了，派了下笔那龙王淹死我相公！你太草率了！为妻这就供奉哪吒三太子，今天明天将为你报仇雪恨。那你有看清楚那个跳河的小子是谁吗？不清楚啊！听说他是武行的人。武行？会不会和那个胡毅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胡毅的小跟班，我听人说过。胡毅。就是胡毅的那个小跟班，我听说过。看丈夫醒了。哦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。不用还价了。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那我们说说吧，你之前见过那个跟班吗？见过，他一直跟随胡毅学武，晚上就住在胡府。哦。那当天晚上他也住在胡府吗？对，是他伺候胡毅睡下的。早上呢，胡毅的尸体也是他发现的。要真是他，这一个晚上两边跑，也不嫌累吗？所以这个人呐，还得信命，命当如此，想逃你都逃不了啊！可我听说胡大当家之前请大师打过卦，还请了护身符随身带着，合着这都白请了。何止呀！你们知道胡毅为什么叫胡毅吗？为什么呀？他本身呢是个耍大刀的，因为他命里缺水，所以听了算命先生的，把名字改为毅，就成了胡毅了。哦，你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胡武师啊，之前有人说过他八字轻，后来他不信，结果啊总遇到这些个邪门的事儿。后来他找算命先生算。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奇特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格来着。他命里缺什么，但是又怕什么，总之是跟水过不去，所以最后还是死于水中了，敌不过命啊！哎，练吧，练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拜龙王。看来之前水冲龙王庙只是余波未了，明月左右啊！龙王保佑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最近长安城里刚死了2个人，好像都是被龙王给淹死的。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怕龙王迁怒，得赶紧献上祭品，以保周全呐。什么人在做这些事？哎，这么大的祭拜仪式，都是长安城那些大富人家出钱安排的。反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跟着做就好了。哎，快，跟我们一起拜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2位官人又来了。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些情况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都是命。你这个护身符挺特别嘛，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见你带过吧？
这位官人记性真好，自从老田走了以后，为了抵御龙王之水，才特意佩戴的。龙王之水，这是在哪吒庙开过光的。龙王再来，自有三太子剥他的皮，抽他的龙筋。啊，两位官人，进来说话吧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哟，你们家这，哇塞，多了这么多好玩意儿啊！这是长安城的妇人送来的，跟我非亲非故，真是大善人呐！听说我们家遭到了龙王的惩罚，所以送来了一些东西，说是慰问家里，给我减轻些生活负担，还送来了一些辟邪的器物呢。真是人傻钱多啊！不，我是说心地善良。你说这大善人咋也不救济我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大善人是谁啊？就是富甲一方的吴洪熙大善人呀！难得这么有钱的人记挂我们如此穷苦的百姓呢。啊，我去倒茶，你们坐。啊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这个大善人可真是大慈大悲啊，菩萨心肠。不想撤案底了是不是？哎，这边取请柬啊！哎，感谢啊！感谢上光。哎，这么多人，不会是在开仓放粮吧？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用销案底。哎，知道了，用得着管我吗？我就看一下，不会耽误你破案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麻烦问一下，多谢啊！他们这么多人是在干嘛呢？多谢上光。吴洪熙要过寿，宴请全城的百姓，见者有份。好久不见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我要去排队了。又是这个吴洪熙，真是。这是大好人呐！二位来到门前就是客人啊！一看二位气宇不凡，风姿潇洒，若不嫌弃，请二位进府喝杯清茶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不给面子。嘿，请。正所谓呢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吴洪熙是个生意人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庭院里四周都是水，且抱门而出。如今呢，这活水被阻拦了，变成了死水，所以说这财呢就出不去也进不来，只能困于这死水当中，财气尽断。你看池水都变黑了，想必呢是近日的传闻。吴洪熙怕这么大的池子容易招来水的祸事，所以把这活水都给阻断了。吴洪熙还信这些？不懂了吧？现在这有钱人呐，都相信什么财运呐、风水啊什么的。哎，你看像我，穷光蛋一个，我哪还有心思顾及那些啊？不过，我原来一到没钱的时候啊，就专门到这些有钱人家去看风水，给他们随便摆摆布局什么的，就能很赚一大笔。反正他们钱多了也没出事。二位贵宾久等了，请在此贵宾名册上留下您的姓名，明日送到。他叫李志，哎，到时候一起来啊！不来，区区商贾，他也配？哼，没事，别在意啊，他那人就那样。我叫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千万别写错了啊！放心吧，明日一早送到凡社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，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。
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雇了武师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官人，官人，哎，官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！官人，我住嘴！小人见过官人。三炮，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是这样的，他们说西郊山顶上有龙，我正要去看一看。我刚一出城门，就看见他在城墙边上烧纸，面前摆着一碗米饭，然后神神叨叨的，嘴里说着什么不要怪我，赶紧安息吧之类的话。我一看他是武师胡一案的相关人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你在给谁烧纸？回官人，是烧给我师父胡毅的。为什么不在他家烧，要去龙王庙？回官人，他是我师父，我自然希望他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点。老大，我到了以后，他鬼鬼祟祟的，一搜身上有写着胡毅名字的布偶，写满了诅咒。他除了脾气不好，打过你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他一直都瞧不上我，说我练武也是没有出路的，说我是练野路子的杂种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把他给杀了。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我只是因为之前和他有些不和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害怕他回来找我，所以我才……那你认识小鞋匠田一秋吗？认识。他也死了，和胡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据传，你和他也有结怨。没错，他弄坏了我的鞋，还要跟我收钱，我当然不干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那儿了。错。后来你对他也有记恨，就把他也杀了。不是的，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。那你为什么心虚？我只是害怕他们死后都回来找我。你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怕他们找你？带下去吧。官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官人，我冤枉的，官人。现在就说周南是凶手，会不会太草率？怎么了？胡毅跟田一秋都死在同一个晚上，而且死亡时间也相差无几。如果凶手真是周南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，在两个相隔甚远的地方，杀死两个健壮的男子呢？如果有同伙的话，那也不难做到。所以就需要我们再详细的调查一下。我回来啦！你先上去吧。事儿办成了吗？哼，只要我把这个龙王杀人案破了，李治分分钟帮我摆平。那案子现在破了吗？客官您的菜。这个嘛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就知道吃。请问哪位是摩多罗萨？请问哪位是萨多罗？哪位是多罗罗？您的酒。
萨摩多罗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请柬上写的确实是萨摩多罗。请柬？我家主人请萨摩先生2日后准时赴宴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我的名字，萨摩多罗。萨摩多。走走走。您收好。孟子，里面请，请。里面请。请，请，请。当心脚下啊！您请。你往这走。哎，你们这儿的风水很特别啊！哦，主人请风水先生过来看过，说是财要旺就得这样摆，这样的话吴府的财运才会源源不断。哼。公子啊，公子还是请随我到前厅吧。今天晚上主人可是准备了全鱼宴呢。怎么不是烧鸡啊？哎，有没有烤羊烤鸭？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吴洪熙的府上，你猜怎么着？撑着你了。只回答对了一半。案子能到这程度，没工夫听你在这瞎扯。哎，老大，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这个周南啊，因为从小在水边生活，所以他水性极好。切，水性不好，敢跳到河里去游泳啊？你别打岔啊！而且有人看到啊，他总在河里游泳，几乎每天都不间断，冬天都敢往冰河里跳。接着说。他对这2个人如果积怨很深的话，他可以给这2个人下蒙汗药，然后把他们2个拖到水中溺死之后，再拖回床上。这会儿呢，药效也过去了，尸检也检不出什么。这样等到第2天早上，有人发现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胡毅的起居啊，每天是这个周南来照顾。这个田一秋呢，娘子又回了家，所以只剩他独身一人，所以杀他呢，也并非什么难事。怎么这种眼神看我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棒？走吧，陪我再去一趟胡府。我呢？你去找一趟双叶，帮我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很棒吗？你猜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现场的情形？大致记得。当时是不是水浸满他的被褥，连床边的地上也有水？没错。那除了床边，其他的地方都完全没有水渍。你当日没有来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鞋匠田一秋家的状况也是一样的。死者应该不是被杀死之后又带回现场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个地面上跟床上应该都差不多会有水渍，又怎么会当你们赶到现场时，床上水渍未干，而地上一点水渍都没有？而且，这被褥湿的程度，也不是一个人身上能带回来的水吧？那会不会是凶手故意在床上弄了很多水？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怎么？刚进来时我没有注意，这里的风水也被人改变了。3句话不离风水，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这些东西看似摆得不经意，实际上却悄悄地布了一个局。堪舆术语叫现空陀，天下最阴的阵法。亡灵在这个阵中无法超度，被困于庭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是说，有人杀了人之后又来布了局？哎，打听一下，
这些东西都是谁摆放的？哦，都是胡师傅生前的好友送的。还有那个姓吴的大善人送来一些东西，都是随意的堆放在这儿的。谢谢啊。哎，又是这个吴洪熙。看来这个吴大善人还真是有钱人呢。这个吴洪熙以前做的是土产生意，后来经高人指点，就改做水产生意。自此以后啊，那是做的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一时无两。这么说，这吴善人风水还挺好，还真是靠水发的财。哎，今晚还有寿宴呢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又不用销暗地。问到了。你问到什么了？您这边请。双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要走了，我可不能让吴大善人久等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那，你猜呢？哎呦，真厉害！这么热的天，从哪儿弄来的大冰块？可不是嘛，大人，大户人家真会享受，这季节的冰块比黄金还贵呢。哎呀，走，往那边看。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就是。哎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！哎，我是客人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人啊？来人呐，救命啊！有僵尸啊！吴家以水产生意为生，用北地玄珠来治病，是为了延长货物的存放时间。可那两个人又不是你们的货物喽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所以，所谓的龙王之怒只是个幌子。想要把人凭空溺死的话，还要靠冰。每个死者的床上都有一滩水渍，四肢浮肿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溺死。可尸体上的暗红色尸斑，可以是溺死的，也可以是冻死的。你们先将冰棺里面注满水，再把死者放入冰棺当中溺死。
然后你们就离开了。冰化之后，自然床上只会留下一滩水渍，看上去就像是龙王的诅咒。起初我想不通，带着能把人装进去的大冰棺走来走去的话，不是很引人注目吗？可是如果是冰板就不同了，你们只需要把冰板带到死者的家中，然后在连接的地方倒上冰水，冰板很快就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冰柜。再加上死者都是一个人在家中，很难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哦。小子，你到底是听到的还是看见的？猜的啦。你知道这些又有何用？带你进来的时候，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。哎，你们干嘛？想溺死我？我有3太子护身，淹不死的。哎，干嘛装模作样耍那个帅啊？还不快来救我啊！命都要没了，话还那么多。吴洪熙呢？已经被我抓住了。他刚见我带人来，一脸惊慌，没逼问2句，立马就招了。带走。